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未播先炸，谭松韵逍遥定档央视，赵丽颖反派客串成最大看点。东，2025年12月27日，一部名为《逍遥》的古装奇幻剧将登陆央视8套下午档，并在爱奇艺、优酷同步上线。这部剧集由执导过《狂飙》的徐纪周导演操刀，谭松韵、侯明昊领衔主演，吸引了赵丽颖特别出演。开播在即，她在爱奇艺的预约人数已突破800万，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20亿，服务器甚至一度因访问量激增而接近瘫痪。一部仙侠剧为何能未播先火，甚至登上央视平台？反套路的故事与女追男的甜恋。逍遥的故事始于一场100年前的悲剧婚礼。灵族领袖红叶侯明昊氏与人族公主宁安谭松韵氏为化解恩怨联姻，不料婚礼上宁安竟一剑刺死了红叶，引发两族100年血仇。100年后，红叶元神被封印，一个与宁安长相一模一样，却性格迥异的江湖少女逍遥谭松韵氏误入封印之的，意外唤醒了她。剧集打破了传统仙侠剧的恋爱脑套路。逍遥是个不修仙、不恋爱，一心只想在妖界考功的小财迷。他与表面冷漠的妖王红叶被迫签订血契，共同寻找能引发两族争夺的玉里神泉。他们的关系被观众调侃为傲娇老板和摆烂员工的3届职场戏。热点新知反套路的是，剧中是女主逍遥主动追求男主红叶。在预告片里，逍遥对红叶发动情话攻势：“你有过心上人吗？心上妖也行，君上这么厉害，我看到了未来夫君的模样。”配合捧脸杀、脸颊吻等互动，这种女追男的设定带来了新鲜的甜爽感。赵丽颖的颠覆，自详片酬演反派，还当起了监制。如果说谭松韵和侯明昊的搭档是新鲜感十足，那么赵丽颖的加盟则是真正的惊喜炸弹。她在剧中客串饰演反派玄机，又名玄机，这是她自电影《宫锁沉香》后，时隔多年再次挑战反派角色。但赵丽颖的参与远不止演戏，剧组内部人员透露，她主动降了2/3的片酬，以换取深度参与剧本修改和后期剪辑的权利。原剧本中玄机的角色较为脸谱化，赵丽颖联手编剧将其重塑为一个表面救死扶伤，实则用毒杀人的复杂形象。她的戏份虽然集中在剧情后段，大约第30集上线，却是推动神权血债终局大战的关键。此外，赵丽颖还首次担任了剧集的监制，她深度参与了选角与制作流程。男主侯明昊能出演妖王红叶，便是他力荐的结果。在片场，他的书单里增加了剪辑的语法等专业书籍，笔记本上记满了特效预算和演员档期协调的细节。导演徐纪周称赞他是既能演好戏，又懂制作逻辑的全能型选手。为了这个角色，赵丽颖在造型和表演上也下了苦功。她以玄黑刺绣长袍搭配眉心朱红印记的造型亮相，为了贴合角色阴质的气质，她减重8斤，并在表演时刻意放缓台词节奏，在尾音处加入细微的冷笑。她与谭松韵的云海对决戏份，白衣与黑袍翻飞，玉笛与黑气交锋，已被业内预测为年度名场面。顶配幕后，电影级制作与非遗匠心。逍遥能获得央视青睐，其幕后制作班底堪称豪华。导演徐纪周首次涉足仙侠题材，他将《狂飙》中擅长的权谋叙事与人物心理博弈融入了这个奇幻故事。美术指导则由打造了《长安12时辰》的狄昆担任，他以自然野趣为灵感，构建万妖谷的世界。剧组斥资3亿元，在横店和贵州都匀实地搭建了超过5万平米的场景。特效部分由《流浪地球2》的团队把关，确保角色技能与性格高度契合。剧中洗骨池片段，人狐交缠的血色迷雾中骨骼重组的特效，被观众称为视觉暴击。在细节上，剧组也展现了非遗级的匠心。谭松韵饰演的逍遥，其服装采用了非遗苏绣工艺，
一套粉色桃花纱裙就手工绣制了3个月，裙上绣有288朵桃花。后明浩的妖王造型，玄色长袍上的妖纹用银线绣了整整4周。武术设计则邀请了8极拳传人担任顾问。谭松韵的动作戏融合了12种传统兵器技法，演员的付出与化学反应。谭松韵在逍遥中面临一人分饰2角的挑战，一个是100年前冷冽决绝的人族公主宁安，一个是100年后灵动狡黠的少女逍遥。为了演好动作戏，她提前3个月进组接受高强度威亚训练，每天练习6小时，浑身青紫也不用替身。一场吹笛御笛的重头戏，她拒绝假吹，苦练指法，直到手指磨出茧子。后明浩为了展现妖王红叶被封印100年的虚弱与锐利感，先增肌10斤，再暴瘦15斤，让面部轮廓呈现出刀削般的变化。他的银发造型视觉冲击力极强，打破了古偶男主小鲜肉的固有印象。在雪中与谭松韵追逐打闹的花絮里，两人他在闹他在笑的互动，让观众提前感受到了强烈的 CP 化学反应。定档背后的波折与期待。逍遥的定档并非一帆风顺。早在2024年12月，该剧就已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电视剧片单。但之后有消息称，因为预告片释出后被部分网友吐槽品质不佳，剧集一度传闻被播出平台拿了下来。其海报画风也被认为与以往仙侠剧同质化严重，2位主角的同框被评价为完全靠颜值撑着。然而，剧方最终用强大的制作和阵容回应了质疑。如今定档12月27日，虽然是在央视8套的下午档而非黄金档播出，但能赶上央视2025年的末班车，对期待已久的剧迷而言已是一个好消息。央视近期排播拥挤，黄金档竞争激烈，下午档的播出或许更适合这部剧下饭搭子的轻快氛围。随着播出临近，一个争议也随之浮现，当赵丽颖以监制身份深度介入创作，并饰演了一个如此复杂亮眼的反派时，她的戏份和影响力是否会最终掩盖主线故事和男女主角的风头？这场关于客串与主角界限的讨论，或许将在剧集开播后迎来答案。逍遥尚未开播便频频登上热搜，并非偶然。谭松韵主演，定档央视这一组合本身就已经具备了稳和热的双重属性。作为近年来口碑与观众缘兼具的女演员，谭松韵一直以自然、真诚的表演风格著称。她的作品往往不靠角头取胜，却能在播出过程中不断积累讨论度。逍遥选择在央视平台亮相，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这部作品在价值导向、制作水准和故事厚度上已经通过了较为严格的筛选。而真正让这部剧未播先炸的关键点，在于赵丽颖的反派客串。客串本身并不稀奇，但当赵丽颖反派客串这几个关键词放在一起时，话题性瞬间被放大。长期以来，赵丽颖在大众印象中多以坚韧、善良、成长型女性角色示人，她身上承载着观众对正向力量的情感投射。因此，当她选择以反派身份短暂现身时，自然会引发强烈的好奇，她会如何打破固有标签，又会给剧情带来怎样的冲击？从行业角度来看，这样的安排并非简单的流量叠加。赵丽颖近年来在角色选择上明显更具主动性和实验性，她不再拘泥于主角光环，而是更关注角色本身的表达价值。反派客串恰恰是一种高难度但高回报的尝试，戏份不多，却要求极高的完成度，一旦成功，反而更容易被记住。这既是对自身表演能力的自信，也是一种成熟演员才会做出的选择。与此同时，逍遥的未播先火也折射出当下观众审美的变化。如今的观众早已不满足于单一叙事和扁平人物，他们更期待复杂关系、立体角色和情绪张力。一个有分量的反派，往往比单纯的正面角色更能推动剧情，也更能引发讨论。赵丽颖的客串正好满足了这种期待，
让观众在还未开播时就已经开始想象角色走向与故事冲突。当然，热度并不等同于成功。真正决定逍遥能否走得长远的，仍然是故事本身是否扎实，人物是否立得住，情感是否真实。谭松韵能否再次交出一份让人共鸣的答卷？赵丽颖的反派是否只是噱头还是点睛之笔？这些都需要等到作品播出后才能见分晓。但至少在当下，逍遥已经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目光，也为国产剧在开年阶段注入了一股讨论热度。走到这里，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一种行业信号：真正有实力的演员正在逐渐摆脱必须站在 C 位的执念，转而用角色和作品说话，而观众也越来越愿意为诚意和突破买单。这种双向变化，或许正是国产影视慢慢回暖的重要原因。最后，也想把目光交还给观众本身，与其急着下结论、贴标签，不如给作品一点耐心，给演员一点空间。无论是谭松韵的稳扎稳打，还是赵丽颖的大胆尝试，都是在为行业探索更多可能。希望大家在追剧时多一些欣赏，少一些预设，用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每一次创作。也许当剧情真正展开的那一刻，你会发现这份未播先炸的期待并不是空穴来风。王一博坦言暂停拍戏原因不是退圈，是在为热情充电。近日，王一博个人户外探索纪实纪录片热播，在节目中他首次详谈了暂停拍戏的真实原因：工作量越来越大，让我没有办法认真去享受这个演戏的过程。他在纪录片中坦言，跳舞和演戏都是自己的热爱，但工作量的增加影响了自己的表演热情，需通过户外探索来充电调整状态。他也明确提到，需要休息一段时间，再重回剧组找演员感觉。此前在纪录片发布会上，乐华娱乐公司总经理杜化曾谈及对王一博的期待，以前特别希望他特别厉害，让我有面子有光，希望他在事业上熠熠生辉。但从去年开始，我跟自己和解了，现在对他最大的期愿是注意安全，身体第一，不要太去冒险了。杜化表示，王一博热爱的各项极限运动，很多都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，如今更看重他的身心健康。王一博，1997年8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，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、流行乐歌手、职业赛车手。代表作有《陈情岭有匪》《冰与火长空之王》等。王一博作为一名热爱户外探险的艺人，在《探索心境2》纪录片中对攀岩进行了深入探索，开启了为期6周的北美攀岩公路之旅。他系统学习了多种攀岩类型，包括运动攀登、传统攀登、器械攀登、深水抱石、大岩壁等。公开资料显示，王一博还持有国际赛车 D 级执照。2002-15赛季，他参加了多场专业赛车比赛，在 China GT 上海站驾驶 OTR8 LMS GT3 EVO2 斩获 GT3 组冠军，在8小时耐力赛中与队友拿下亚军，成为中国首位 GT3 级别冠亚季大满贯一人车手。当王一博坦言自己暂停拍戏的原因时，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惊讶，甚至夹杂着担忧与揣测。在娱乐行业高度加速的节奏里，停下来往往会被误读为退缩、不进取，甚至被迅速贴上各种标签。但他给出的解释却异常清晰，不是退圈，而是在为热情充电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直指当下许多人共同面对的困境。当工作量不断增加，当热爱被消耗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承认疲惫，并为自己按下暂停键？拍戏是一项高度消耗身心的工作，长时间的高强度拍摄，角色情绪的反复调动，身体作息的紊乱，都会在不知不觉中侵蚀最初的热情。王一博选择坦率地谈及这一点，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诚实。他没有把暂停包装成更宏大的理由，而是直面现实。当投入与回馈失衡，当内心的兴奋感逐渐下降，继续硬撑并不一定是对职业的尊重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并没有把暂停理解为逃离，相反，他选择用户外探索的方式为自己充电，走进自然，进入需要专注与体能的环境，让身体和感知重新被唤醒。这种选择并非消遣，而是一种主动的调整。通过探索，他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，也重新确认自己对热爱的理解。热爱并不是永远处在高点，而是在低谷时仍愿意为它寻找出口。在公众视野中，成功往往被简化为持续产出、不断曝光，但这种线性叙事忽略了人的真实状态。王一博的选择，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单一标准。他用行动告诉大家，职业发展的节奏可以被重新定义，暂停并不等于放弃，调整也不是软弱。真正的长期主义，恰恰包含了对自我状态的尊重。这番坦言之所以引发共鸣，是因为它映照了许多普通人的处境。无论你身处哪个行业，都可能经历过热情被透支的阶段。我们被鼓励坚持，却很少被教导如何休息；被赞美拼命，却不太被允许承认疲惫。于是，很多人选择在倦怠中继续前行，直到热爱彻底耗尽。而王一博的表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，在还没有彻底失去之前，先停下来修复。从更长远的角度看，这种对节奏的自觉，反而有助于走得更远。通过探索充电，他为下一次回到作品中积蓄新的能量与视角。经历过真实生活的沉淀，创作也会拥有更扎实的根基。与其机械的重复，不如在合适的时刻更新自己。这不是对观众的不负责，而是对作品的负责。当然，这样的选择也伴随着风险与不确定性。停下来，意味着要面对外界的猜测与质疑，需要足够的定力去承受暂时的空白。但正因为如此，它才显得珍贵。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在高峰期承认需要调整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长期价值承担短期成本。写到这里，也想把这份思考送给正在阅读的你。或许你正处在人生或工作的某个节点，感到疲惫、迷茫，甚至开始怀疑最初的热情是否还存在。如果可以，请给自己一个诚实的空间，问一问：我是真的不爱了，还是只是累了？如果只是累了，那么休息、调整、充电本身就是继续前行的一部分。愿我们都能学会与自己的节奏相处，不被单一的成功叙事裹挟。愿我们在追求目标的同时，也能照顾好内心的火焰。暂停不是终点，而是为了更有力量的出发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